好烫，它刚出炉的，超烫的，有点像我们古早味蛋糕。对哦，这家的评论很多都是说汤头比排队名店更加浓郁。上一个多拿滋，这个很多人买，我们前面的人排队都在买这个。边面上说，这个就是盐巴撒进去。对啊，它的春联我很喜欢，40块台币不到。手臂薄。那从哪里锁呢？这里没得锁。应该全台湾的人都有逛过夜市吧？你怎么会这样问一个台湾人呢？什么梳子、鞋子、吃的都有，还有人唱歌。36500天，今天我们来马来西亚。我们是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的，这一站叫做新山，它距离新加坡最近的距离就只有隔一条桥。然后那个桥的长度大约只有1公里，所以你知道有一些人甚至他可以不用搭公车，他用走路的就可以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嘞，就是这么近。大家通常比较熟悉的是可能槟城啊、马六甲啊，或是吉隆坡，这些地方我们其实也会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带大家玩新山喽 ，Go！ 出发去柔佛，耶！程序年街吃香蕉蛋糕。我后面这家协玉面包是新山非常有名的面包店，很多人都会来买它的香蕉蛋糕。可以看它是一家老店哦，1919年就开始了。然后你看这个排队的人龙，我几乎看到每个人都人手一袋它的面包，大家都带着同样的袋子。椰丝协玉面包，香蕉蛋糕还要再等10分钟。它这样4个小餐包是5块钱。对。有椰丝，真的有好像那个菜脯。我蛮喜欢它面包的口感，因为我喜欢那种有点干的面包，咸甜咸甜，甜的，会觉得是甜的味道比较重。除了椰丝，好像还有一个某种糖的味道，好像是椰糖的味道，保留椰糖的那个椰的香气，略带苦，可是你不觉得是焦糖感？我觉得也不会过甜，我觉得比较像是甜加一点点苦的那个味道，淡淡的甜味跟椰子的香气，所以它可能是对它的口感的确像萝卜丝，然后口味上没有到那么甜，台湾人应该会蛮喜欢的。我觉得这个好像你有在别的地方吃过类似的味道吗？没有对啊，我觉得它这个蛮特别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又便宜。Banana cake。Banana cake。来，你们有几盒？1盒。香蕉的嘛。对，香蕉。还有脆脆的扣啊！要买吗？5块钱。不用，我们够了，谢谢。对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来，你坐位。这个还刚出炉的，有一点热热的哦，很香哎。对，我的手现在是感受到那个热气的，很香哎，这真的不错。闻起来很香，有香蕉味，真的蛮浓的。有比较硬的脆的版本，185块钱。好烫哦，好烫！它刚出炉的，超烫的。它好像刚才从烤箱里出来，是烫的。这样应该算很幸运吧，拿到很烫。对啊，刚出炉。也有可能大家都拿到很烫，因为它生意超好。你看它是很松软的，会一直这样端，有点像我们古早味蛋糕。对，端哦。来看到它的抖动，很香，有看起来很绵密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像有一些这种比较块状的，应该是香蕉，香蕉果肉，好好吃哦。因为好像都好吃很多哎。我本来想说就是个蛋糕而已，然后觉得吃起来很香很松软哎。有高级的味道吗？我试试看。我觉得是有幸福的味道，好像是幸福。就是觉得说热热的香蕉，这我在冷气房马上 KO。对，然后你配一个你的柠檬冰茶这样喝，就超完美的，而且不会太甜。我觉得它东西好像维持有一种天然的味道，
像香蕉也比较不是。对，我们觉得它的糖没有加到很多，对，就是有调整成亚洲人喜欢的口味，然后也不会太油，不要太甜。它这个是松软的，我很喜欢松软蛋糕，然后它表皮有一点脆脆的这样。对，有一点点，它在底层那边有一点点是比较脆的，但是其他地方都很 Q 很松软。如果你爱吃古早味蛋糕，这个一定你会爱这个，而且你也不讨厌香蕉吧？应该台湾没有人讨厌香蕉吧？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水果。然后香蕉蛋糕它是12块马币，所以也不贵，推荐大家一定要买一个一起吃一下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来到新山，除了逛程序年文化街以外，很多人一定都会来吃咖喱鱼头。有一家著名的排队名店是金龙咖喱，今天来吃的这家也很好吃，它是金陵咖喱。它在金龙的正后方，对面也有一个熟食中心。那刚刚老贝贝应该是老板，有说如果你点对面熟食中心的，还可以请他送来店里一起吃。这一锅它是小碗的，小碗其实就蛮大的，如果是2个人的话，应该是吃的很刚好。然后来看一下它这个鱼头，小碗的是31块，它里面的菜色啊，像是它有放这个秋葵，真的蛮特别的。我们比较少用秋葵入汤，然后还有这些豆皮，什么豆皮，然后还有一些青豆、长豆，跟一些高丽菜。这家的评论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。清一色很多都是说汤头比排队名店更加浓郁，对，所以然后也不需要排队太久，对，所以我们觉得很值得来尝试一下。那现在来吃吃看到底好不好吃呢？来，咖喱鱼肉，整个鱼头算是蛮大的，虽然是小的，但其实也蛮大的。那我们试试看。鱼头不腥然后咖喱的味道其实还蛮香蛮浓的。这咖喱鱼头最担心的就是说，鱼头是鱼头，咖喱是咖喱，它跟咖喱就有结合了，不会只是把一个熟的鱼头放进你的口味中，对，它是有汁是有扣进去的。它的咖喱也是有偏辣的，然后它比较没有那么重的那种椰浆味道。比较多是那个辣的咖喱的香味这样，因为看到，因为它也蛮红的，应该也是有不少辣油。我觉得这蛮下饭的，因为可能我们有点白饭，后面等一下要追加。它可以另外加豆皮、油条、白饭。小心它是有刺的，吃的时候要注意。现在我们要去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了。然后会住在皇后广场附近，那也预备在那边逛皇后广场附近的小吃摊，还有皇后夜市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搭车咯，走。这车站是很重要的中继站，就是你从新加坡来入境也会到这站，然后你要从新山离开也是一定要在这站，所以是必经之地哦。好，大家走吧。怎么好像很小心？灯在哪？这边。这个是单人房。这单人房很小，很有日系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有一个神秘的楼梯这样走上来，然后厕所也蛮小间的，但是就是基本的都有。它有备品吗？有备品、牙刷、洗澡的、洗头的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台，对，可以给你非常小。然后这边有衣架，整个在一起是3角的这样子。
迷你单人房。这间就有一插就有。要智慧，它同样都有一个阶梯高起来，然后才到你的床。然后那间是通隔壁吗？应该是。对，现在锁起来。好，然后这个也是它浴室，它浴室基本上不管是单人房还是双人房，都是长类似的，但是双人房有稍微大一点点，多一点空间可以洗澡、牙刷、洗澡、洗头、咖啡，还有免费的水。床还算大啦，只是真的是要小心它的阶梯。对，我觉得很容易一时不察就容易受伤。好，这个来看看。这是通的，所以它打开应该就没有。对，是一根本。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那从哪里锁呢？这里没得锁。不能说。对啊。这家广场饭店，我们订的双人房大概台币一晚是800多块，如果你是订单人房的话，一晚大概在500多块左右。那它离皇后广场还有皇后夜市都非常近，所以吃东西、买东西都非常的方便。那这家饭店你入住的时候需要缴交押金，一个房间是50块马币。那个饭店非常的重视，说绝对不要带榴莲，就是你一直在柜台或者各个地方一直看到他说带榴莲会有罚金，带榴莲会有罚金这样子。那因为附近也真的有卖榴莲的店，所以他可能很担心旅客就是很高兴的携带回来这样。好，记得不要带，然后还记得有押金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逛喽。皇后夜市，对，我们去逛皇后夜市。新山皇后夜市是非常有名的夜市。没错，就是如果你来到新山必逛的这个地方。好，每周六。对，仅限每周六哦，所以一定也要选对时间才能来，不然就会碰壁。我现在到皇后夜市了，你看是不是很多人，超热闹的，而且就是食衣住行，什么梳子、鞋子、吃的都有，还有人唱歌。好像以前复古的，回到小时候的夜市，台湾夜市，对，很热闹。那时候全盛时期来感觉，然后在比较久远年代的风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逛逛哦，探索看看有什么。像那边有鞋子。对，你小时候有逛夜市的经验吗？应该全台湾的人都有逛过夜市吧？你怎么会这样问一个台湾人呢？这个很有以前双北的那种古早味夜市，真的就是很有什么古早味。对，那我想看一下梳子多少钱？你要逛一些你的日用品。因为我忘记带了。How much? 50 cent。你说100多少？50 cent， 也就是4块台币左右，是不是可以买 ？Thank you。4块钱解决没有带梳子的人的烦恼。连鱼也有哎。对啊。夜市在卖鱼，你有看过吗？夜市在卖鱼，对，蛮特别的，结合了生鲜市场的概念。没错，水果也不错，这里其实就像个市场。对，而且是当地人会逛的，所以东西都不会太贵啦。鱼啊，这个有的人也会吃，3片才3马币啊。谢谢啊。好像时光穿越，不好意思，比较大。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还好。这很有古早味感呢。对啊，还用带喜欢哦。谢谢。我的年代怎么办？那我们来吃看这个。好啊，我买了这个原味的水柜，然后你看它是用袋子装的，真的很高扎比哦。然后看起来料很多哎，它的菜包1包，然后这个柜1包，你看酱2包，3块钱你可以拿到那么多东西。3块马币是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大概才我们就乘8好了，就大概20几块的。对，20几块，25块不到，然后有这些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我觉得它菜脯蛮香的哦，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炒的，但是有一个香味一直飘出来，那种传统味。就是糕类，有点像萝卜糕没错。好，加料。现在要
要吃加菜脯的版本了。它菜脯热乎乎的，对，热热的，就想要马上吃一口。好吃哎，古早味简单的幸福。对，但我觉得我是蛮喜欢吃菜脯的人，然后菜脯炒就是香香的，这个很疗愈，这就是那种有时候下课啊，你就想吃一点点的小点心。这菜脯很像我们那个古早的车轮饼里面的菜脯。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，因为你知道我车轮饼就是会点菜脯口味的。如果你是很喜欢以前的一些小东西，我觉得来这边会很开心。我好像一直闻到菠萝蜜的味道，鼻子很灵哦，菠萝蜜。榴莲不可以买的榴莲，可以在这边吃完。3组，3公斤20，这里是3公斤，1公斤7块。这样子5块马币，好久没吃40块台币不到。夜猫子想要煮饭都可以来这边买。那有一些像月饼、中式的糕点，2公斤10元，2公斤10块。那刚刚是1公斤7块，这个还更便宜。哦，这是咖啡豆哎。哦。然后他帮你磨成粉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耶 ，coffee。对啊。然后还有分不同的，这边就直接可以看价格。真的耶，好香哦！可惜我们不太喝咖啡。这里这一间店很多人在抢哎，2公斤9块，1公斤5块，我们还买贵就对了。炒粿条吗？有点像炒粿饺。粿饺。要吃吗？像那个。哦，真的是饺哎，是碎碎的。直接点吗？啊，一小份的。好，要辣。好。你的号码187，这么刚好，跟我的智商刚好搭配。我等一下吃好像有点太烫。好，谢谢饼干。这更像台湾了，那些卖饼干的，真的好多山竹哦。哦，鱼饼，也蛮多这种豆花，对，有斑斓口味的。对，我看到。羊惹糕，有你爱的拉萨哎。真的耶。我点了1碗大的，1碗小的，还有1杯煎物。对，就是他的店的东西就全点了，跟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冰应该有点类似。这有点像饮料的感觉，感觉也是一些椰奶，然后有这个尖蕊在里头。大的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很需要一些冷饮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好喝，我还想再点1杯。我觉得你可以喝我的就好，就是有甜，但是没有那么香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搅一搅。它的拉萨颜色跟新加坡的比较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它是比较偏咖啡色系的，然后它上面没有那种飘着红油的感觉，然后还有包含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，它比较透明，然后比较粗的感觉，主要是比较透明。然后1碗7块钱，在配料上也有点不同。你看它这边是有很多小黄瓜切丝。以及洋葱是比较素的，它没有像新加坡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可能放虾子啊，或是血蛤啊。它的位置做的是不错，口味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因为它也没有那些辣油嘛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辣。然后它的比较明显是它的酸味，哦，是一股南洋的酸味，它会有点像河粉。对，我觉得相比起来可能更像河粉一点。对，在味道上，它也有一些，这个是有点像鲔鱼，这如果再加点海鲜料或者肉片就更好了。
就会觉得更饱足。对啊，对其实也蛮适合加一些花枝的。对，海鲜蛮适合的，就酸酸的感觉，配花。花枝应该很好吃。但酸酸的其实会蛮开胃的。像一开始吃会想说，这味道跟我想象中不同，可是会想立刻再吃一口，不会觉得很腻口。我来吃看看咯。还有什么料呢？它这个料呢，我看基本上都是有这个蛋，然后桂角，然后一些葱。会很咸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可是如果是平常吃东西比较清淡的话，应该会，因为它这个整个调味比较多，就是酱油跟蚝油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桂的口感，我发现他们这个不管是水桂跟这个桂角啊，都做的真的是很嫩的，就是很嫩黏黏的那种口感，不是走那种很 Q 弹的，那种比较黏一点的，带有黏性的。如果你是有吃过像泰式炒龟条的，你应该会觉得它其实蛮像的，蛮接近的，只是差别就在说它的酱油还是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它的泰式炒龟条通常会有挤柠檬汁、酸味跟那个虾子，那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去除掉这些海鲜还有柠檬这些酸气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吃哦，是香的，那个老板炒在那个铁板上，那有那个镬气感觉，这个口味跟看起来不一样哎，看起来会以为是酱油很多的那种咸，不会，它带一些甜，对，然后再带一些那种镬气，带一点点焦香那种感觉，对，看着甜味，这个是好像在哪里有类似的感觉，好像某一种零食的调味，哪一种？那个零食表面的那个盐巴的那个味道，味精吗？该不会是味精的味道？搞不好你这样描述就会发现是味精。我们不排除有这个可能。我觉得有一点宝咖咖味啦，我觉得有点满天星加宝咖咖味。我自己是还算喜欢，但没有看起来那么咸。对啊，他们常常酱油就是看起来很黑，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咸。我们的芒果大哥，感谢我们的陈哥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还有我们的。今天带大家深层带逛这个新山皇后夜市，大家喜欢吗？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食衣住行的，而且还居然有卡拉 OK 美食中心，超特别的。对，而且重点是那里面的歌你应该都听过，因为都是一些台湾歌曲，从邓丽君的一直到谢金燕的都有。然后好多人都坐在里面，你就可以点个酒啊，吃沙爹，然后边欣赏那个美女载歌载舞，很特别的风情哦。大家来玩一定要享受一下，我觉得很有以前台湾的感觉，那种古早味，价格也是。好，就这样咯，晚安。可以搭 Grab， 只要6块钱，公车一个人要3块。那个对讲机好像就会说谁退房了。对，但蛮吵的，然后重复3次。因为它墙壁很薄。这个洗手台有一些裂痕，整体整洁度还 OK。这间饭店离巴士站蛮近的，所以也是它的另外一个优点。如果下个目的地是居然，可以考虑住在这边，隔天到巴士总站不会太远哦，就不用回去中央车站搭车了。我现在在新山皇后花园区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吃3家都非常有名、非常知名的在地美食。第一家是这家来记鱼圆，我忘记名字了。来记西刀鱼圆汤面。哦，来记西刀鱼圆汤面的名字就是跟我们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通常都讲鱼丸，它是鱼圆汤面。然后你看，现在用餐时刻都是人。这里真的是，我们其实是靠近新山的巴士总站附近，然后这边美食非常多。那其中这一条街上聚集了很多餐厅，然后这3家也刚好都连成一气这样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连续吃3家。好，先吃第一家吧。吃完之后就可以去搭车。对，这几家都是我从当地媒体去找到的，所以这次要带大家来开箱来试吃它们。好期待哦！每次你这样很期待，我就要讲话，然后你就不能。对，因为我都迫不及待要排队，因为你看要该去排队了，不然人很多。
华仔321招牌炸年糕炸榴莲就在鱼圆面里面，就在这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先来买，可是其实我们鱼圆面还没有吃到哦，因为这家鱼圆面它的生意实在是太好了，你光是内用的位置，你就要像秃鹰一样看哪一桌已经要吃完了，还要再等半小时鱼圆面才会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来买炸年糕，不浪费时间。好，走吧。这家店讲中文是可以通的。3合1要等1个小时或1小时半。那不要了。那绿豆圈，谢谢。谢谢。来。我们买了一个绿豆圈、纯年糕、炸榴莲，还有煎饼啦。煎饼啦是菠萝蜜，再说一次。对，那价钱比较贵的就是榴莲跟煎饼啦。那我要来试吃它的绿豆圈喽。噔噔噔噔。像一个多拿滋。这个很多人买，我们看前面的人排队都在买这个，对，我们就马上变身，人手一个，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立刻加码，加码。好，我要来吃了。它里面你真的看起来像膏状哎，对，就是真的是绿豆打成泥，好脆的皮，外面的皮很脆很酥香，然后里面它就是绿豆泥，你看都打成泥状，而且馅料好就像没有加太多糖，没有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甜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油炸不会太油哎，它的那个皮是很清爽，好像有点饼干啊那种感觉，很值得尝试哎，好适合当小点心哦。一个大小也很刚好，就不会过多，太多也会好。哇，好大一个，好大的，好饱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要2个人吃哦，不然真的是吃完之后就饱了。已经不只是小点心了。绿豆圈1.5就可以吃个半饱了。真的，是啊。你让我们过年有时候会吃的。然后我们过年会加红豆。这个就是我外婆做的年糕的味道哎，我觉得其实就蛮像，就是对台湾有一些传统年糕的味道，然后拿去炸酥炸，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大家可能很能接受的，接受度会很高，很熟悉的口味。这个你猜是菠萝蜜还是榴莲？是菠萝蜜，闻得出来，然后结果就错吗？菠萝蜜哦，我觉得先邀请你吃第一口好。好。噔噔噔，是菠萝蜜。它的料其实都很扎实，它的果泥很热哎，我感觉出来它很烫口，有点介于甜地瓜的感觉。好，我其实是敢吃，但是只是菠萝蜜有个浓烈的味道，我觉得还好。其实也有点类似榴莲有一种香味。它的果肉真的是扎实的，然后里面真的就是泥状这样，一吃就要整个一直要喷出来的感觉。对啊，像一个烤地瓜一样。就把它果肉，你把它果肉分离，但是还是很满哦。你刚刚吃了超大一大块，它现在还有，它整个料塞的真的很足。很巨的榴莲哎，4.5一个，你像一个真的很巨。哦，很泥耶，被我咬掉一块了。很泥，它里面整个好稠好浓哦。酥脆的一直掉渣。对，榴莲好像比较容易掉渣，浆已经变泥浆了。它的感觉出来是一整块榴莲肉进去裹的，比较基本款的榴莲。而且我觉得也还 OK 啦，因为你说没有很浓，我还是有闻到那个味道。好，那可能我这几天吃太多榴莲。我很喜欢它的是它的果肉的泥啊，都维持在热热的，不会像说有的可能这种炸物放在那个保温炉里面，其实都已经不热了。它是感觉都会让你好像是现炸出来，可是又没有那么烫。然后外皮很好，对，外皮没有那么烫，但是里面的果肉都是那个温度恰到好处。对，你还在可以拿起来吃的范围，但是又都是热的，这一点很暖你的嘴。那我们去吃鱼面。圆面上桌，好，这个就是圆面，它是干的，可以选干的或汤。对，然后这是团汤。
辅助，看看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，所以我们也决定要点。但一到马来西亚，点餐的分量就变大了。它里面是有包馅料，有点像甜不辣，真的很像甜不辣，它比甜不辣更咸。它好像有分薄的豆皮跟像甜不辣的，但是我发现它的咸度非常的高，你现在吃到后面它很咸，这个咸度可能蛮多人会被吓到的。那我一定会被吓到，很重口味的咸，我的肾会哭。会，这完全是台湾的甜辣酱的味道。先吃一个它的鱼。脆吗？脆吗？它的脆度是属于带一点软，但是软中带脆的那一种，比淡水鱼丸脆一些，蛮脆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跟淡水鱼丸的确是比淡水鱼丸脆一点点。然后淡水鱼丸里面是有包肉的，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纯姜的，没有包肉的，因为包肉有时候对我来说有点油，这个脆脆的很好吃哦。对，没有跟我们鱼丸那么脆。那我觉得它脆度来讲还算是蛮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口味上也一样是偏咸一点点，但是咸度来讲，这个目前辅助是最咸的，然后这个还在一个可以的范围，也很像放在一些关东煮类的丸子。这个丸子就是属于比较密实，然后比较需要咬它，比较厚实的那一种，然后不算 Q 的类型。然后这一个咖啡色系又比白色的再更咸，整个口感上我觉得还不错吃。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鱼丸的这种 Q 脆型，然后这个是就是比较厚实，有点像那种红烧狮子头啊那种比较肉感、扎实感。这个你刚刚说狮子头我感觉有点像麻辣锅的川丸子。有一点对，川丸子有的是属于肉比较碎、比较散的，对，然后好像没有咬劲。它这个因为表皮炸的，还是有那种鱼丸的那种，好像有一层膜包着。这个丸子也还算 OK 哦。我觉得你说像川丸子蛮合理的。然后这个汤可以看到是有点重口味的哦，它是有一些这种肉末、绞肉，所以会有一些肥油，然后还有一些葱花。整体是偏咸，但是没有刚刚像你叙述的那个超咸吓到的感觉。但是的确调味比我们那边再咸一点，比较咸一点。对，可是没有说徐导讲说这是整罐盐把它撒进去吧？那你吃这个啊？你吃这个就知道。蛮咸的。对啊，腐竹的咸味留在我嘴里太久，影响那个鱼丸整个也是这个好咸哦。对啊，我想说你在那边夸口，那你等一下吃这个。这个就是盐巴撒进去。对啊，这好咸哦，大家可以斟酌。这个面呢配的这个应该也就是这些鱼板、这些鱼丸这样子，然后有切碎，然后配了一些肉跟青葱，是有这样的酱汁，你可以调整要有没有辣。我们是选有辣的，所以你看到它有一点红红的，应该是红油。干面可能比较在别的地方吃得到，可是配这个汤整组这样下来，这个可能再考虑。对，这样子配下来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我觉得就是想吃这个味道的话，你吃它就没错了。这边是先点餐，再点号码牌，再看账号。它的春联我很喜欢，这冒出来的很赞的。这就是典型的东南亚式的饮料，就是要整个滴出来，然后在那个小碟子盛装它变得很大杯。对，而且就是要整个这样超大杯的。我们现在在这家是安记酿造的，它就在炸年糕的旁边，然后生意也是非常好，而且重点是它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东西叫做冷气，然后你在这边配个冷饮这样喝，就觉得非常幸福啦。那我们点的是一个是 Volcano 咖啡冰沙，一个是女王咖啡。我想一个就是咖啡，一个就是做冰沙吧。对，应该基本上就是插在这个有没有这样流出来一个视觉的享受，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招牌咖啡。我们来做一点比较。好，来喝哦。你看这个上面是有一些黑点，咖啡糖浆吗？应该是咖啡糖浆哦，上面有很多泡沫。它这个咖啡很特殊哎，它
它底层啊，我刚刚就看它有一些黑黑的沉淀物，因为我刚刚喝下来，感觉那有点像是咖啡渣，真的、所以它咖啡渣直接在底层上面，所以最好不要把它搅拌起来，就这样喝就好。就是重点就是它加了这些满满的冰块，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喝，慢慢的等它融化，对，整个精神都来了。我觉得味道是差不多的，然后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个火山咖啡它其实是比较有咖啡的味道，咖啡的那个苦味、浓味是比较重的，这个是再淡一点点，就是我们比较常会喝到的。这也有点那个咖啡小饼、咖啡牛奶，但是比咖啡牛奶再苦一点点，可是又比蓝山再甜一些的感觉。这冰块就是让人很享受。我比较喜欢这个咖啡啊，比较苦的，对，比较不甜，那个就比较饮料一点。这个反而可以喝这个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就交换。好啊，可是我喜欢看到，你就看它的卖相，你刚刚就一定要点这个。对，这比较苦，比较对比这3间店，在很热的地方脸就很红，在这边就很白，代表自己的人气很亮。这边呢是先点餐，之后他给号码牌，然后会再喊号码，然后帮你排位置。这3家连在一起，推荐给大家。尤其就是3家连着，一定要一起。那如果大家跟我们的行程类似，用这样子一段一段玩，然后住1天玩一下，住1天玩一下的话，就很建议在这边3家一起吃，然后去搭车。带行李也不能去太远，应该就在这个车站周遭稍微晃一下。这个车站附近也有一些换钱所，前面 SMJ 就是我们在新山百货的那一家换钱所，汇率还 OK。这一家看起来是清真料理，还有一个拉萨新城面、烤鸡饭、鱼香饭、海南鸡饭。又有一个爆发，还叫虎咬鸡，还有烤面包，它算是集结了非常多名料理，还有水柜跟冷面是可以直接来这个餐厅，什么都可以吃到。我们来到车站附近这间什么都有卖的又有冷气的店鼎轩，我想我应该会点拉萨，你嘞？我想要点饮料吧。我们的米线跟那什么是完了的。椰浆饭卖完。对，它这里也有冰淇淋，然后他是自己写单子交给他。虎咬师是美露加咖啡，马来西亚特殊的饮品。这就是一个火山爆发石，这个叫做虎咬师，它是美露加咖啡。我们有虎咬猪，当然有虎咬师。对，美露的味道很浓，很香，所以是美露比较多，是美露比较多的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不想喝咖啡味那么重，然后喝这个就觉得很刚好，又不会那么甜，这样子其实有点类似摩卡咯。啊，对，莱姆加酸梅那类的。莱姆加酸梅，听起来很酸哎，因为听起来都是酸的东西，我喝喝看咯。其实不错哎，我觉得就像荆棘柠檬的味道，怕甜的就点这种酸酸的，比较开胃。哇，这个我点的是招牌拉萨，加这个雪哈3块钱，好烫哦，热腾腾的，很抽脂，被我夹破，完了。血哈很多哎，还有帮你把头剪掉，比较不会刺嘴，对，也是有一些它的小贴心啊。汤不会到太咸，所以你还可以连喝3口。对，我觉得它的口味是比较清淡一点，然后它比较强烈的是它的辣的味道，像椰奶那些味道比较不明显。这个血哈都很新鲜，它有那个哈味，很浓，超浓的。然后这哈好像刚刚在大太阳下跑步。你看它的面条也都是比较透明的一点，就
面有点像我们那种米苔目，跟新加坡那个白色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豆芽还不错吃，就肥短型的。很到时候会去吃有名的芽菜鸡，也是这种肥短的豆芽。吃吃看它的豆皮好了，它这豆皮有一点带一点酥，我很喜欢吃这种薄的大豆皮。豆皮不错哎，有一些地方浸泡的比较软，因为有一些地方比较扎实，就吃起来比较有口感。我们回到巴士站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刚刚在鼎轩那家店的时候，遇到很好心的老板娘，她特别提醒我们，因为她看我们包包背在后面，她就提醒说，包包记得一定要背在前面，尤其像护照这些的，一定要收在贴身的地方。她就是很关心我们这些外地观光客遭遇那个危险。可惜没有办法聊很久，因为我们其实要搭车，所以就聊一下下这样子就拜拜。对，那店员也很友善，他们拜拜。对，真的，这里觉得感受到马来西亚的热情哦，开始有感觉到。大家去居銮一个人是18块，那是15块再加2块再加1块，就是一些额外的小金额。然后它的行李呢是一个人是15公斤，所以如果你是拿大行李的话，可能要确认一下是不能搭这个巴士。集中的买票台去跟他购票，票券上基本上都有写说你要几点来啊，然后你的起站跟终点站什么的，资讯都蛮清楚的。虽然是讲英文，可是都有彼此的口音，可能说比较不清楚大家在讲什么，就会慢慢的一次一次沟通，因为还算蛮有耐心的。